啥事兒？那是坦克吗？千山版本，美国鬼子的坦克。快点！这谁啊？这不捣亂的嗎？肯定是小鹿捣的蛋，在哪兒呢？不是让他看着的吗？你快点吧，憋死了！尿我都憋没了。什么情况？美国鬼子坦克，方位、数量啊，射弹中方向，数量没数。准备战斗！分发装备，拿着。来，你真的看到坦克了？美国的，好多。来，来拿着。督战斗员站出来！是男人的都站出来！教导员，教导员，梅子他们还没回来。一人一支枪，多拿子弹，没有枪的拿手榴弹。啊！拿枪！老白，怎么不说？你跟车走，没有人压阵不行。原路返回，速度要快，我们顶不了多久。我不能走。少废话，有力气！快！不，自己烧子弹。所有人听着，能动弹的跟我走，到前面拐弯那个地方，把敌人堵住。防空团的都上车！上车！快点，快上车！快！防空团的都上车！快点！182班负责公路，是。其余的人警戒侧翼。恭喜！
部队是个炉子，你這渾身上下100多斤，甭管什麼廢銅爛鐵，扔進去滾一圈再出來，那就得是塊鋼。 你那挡着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不知道谁打谁，现在连个动静都没了。应该是打完了，也不知道谁赢了，地形不明，看不见，听不着。我要是敌人的话，就躲在林子後頭，把公路封鎖得死死，誰過去誰死。迎風山這個位置卡得太要命了，硬衝太危險，我建議繞過去。咱們已經繞了1宿的路了，再繞的話，恐怕會被堵在口袋裡。50米原地警戒，其他所有人等候命令。高進、李長河，跟我走。是是。班長，這敵人咋繞到咱們後頭來了？咋回事啊？小心沒大錯，一會兒萬一打起來，跟緊了我。看着陣仗，這次敵人怕是不好砍。3排打佯攻，走正面，沿着路切過去。我帶1排的2個班。我們從東面那條水溝底部摸過去，然後繞到樹叢後面，重機槍留下支援3排，把全連的波巴沙調給我，讓2排守住路口，做全連的預備隊。機炮排負責指揮所有的重機槍和迫擊炮，對3排進行火力支援。重機槍可以先打一練，進行一次火力偵察，然後補兵再上去。尿不失去突然性。20分鐘後，3排會沿着公路兩側向樹叢方向運動。如果敵人不開火，迫擊炮和機槍就都不開火。等敵人開火之後，機炮排負責敲掉敵人的機槍。就這麼辦。馬上出發。
小心点啊！慢点。来，往这边走。小心点。好，放下吧。身上有伤吗？后面有卫生员。没大事，就破了点皮。这一宿过去就能结痂了，不会留疤。你们人都在这儿啊？认识啊？谁？啊，算是吧。老兵，从四川过来的。平西人，警察系的。他其实可以不用来的。他不会这么想。他想回部队。想跟自己的连队死在一起，他应该在真正的战斗中像个英雄一样牺牲。有区別嗎？至少他會快樂些吧。在戰場上，你沒有權利選擇生死，但至少我們可以選擇死的方式吧。你以為我們是為了什麼而戰鬥的？都長得跟花轱辘似的。我爹是個鐵匠，走鄉串戶，修修補補，賺的不多，日子還算過得去。關鍵是自由。華北事變，他被日本人抓到了礦上，然後呢？沒有然後了。他死了？應該是吧。是生是死，什麼時候死的，怎麼死的，埋在哪兒，都不知道。
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生在这样的时代，谁都没有自由，没有生的自由，也没有死的自由。他其实可以选择的。他已经选择了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队长，我怎么办？身上有伤吗？能走吗？那就跟着我走。站，向看齐，敬礼。怎么了？排长有点不对劲儿啊！从出发到现在，快2个点了，一句话没说过，口令也不下。带好队伍，注意隐蔽。是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隐蔽。你就跟着我，我走你就走，我停你就停，我蹲下你就蹲下。会用吗？老婆，有，给我把波波杀。是。找好了，后半击就能射击。记住了，我朝哪儿射击，你就朝哪儿射击。我要不开枪，你也不许开枪。明白？明白。越怕鬼，越装鬼。前面是个火车站，不小啊。红梅这是日本人修的，有几个大老美，2塔楼一边一个，一挺机枪。天桥上还有俩，地面上估计还有一个。地儿挺大，我估计屋里边还有人。走。至少1个班，一天点3连举枪，他们应该刚刚占领这里不久，兵力以内不多。大不大？天快黑了。Hey! Who's there? Join back, is that you?
没事吧？没事。Help me! Help me! 明天早上6点半，有列满载的军列从这里通过，所以他们才会守在这儿。是24步兵师的特遣队，这列军列就是给他们送给养。特遣队是个啥编制？一个团还是一个营？他们将近有800人。加强营？他们的长官叫布莱尔，军衔是中校。虽然只有800人，但实际配备了12辆坦克、8辆装甲车、4门自行火炮，还有18辆卡车。文工团白天遇到的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小分队。他们的任务是啥？沿公路快速推进，占領漢江以南所有的主要道路，封鎖漢江主要渡口，建立防禦工事。这是要包饺子。这并不是美軍的慣用戰術，應該是針對咱們專門制定的新策略。咱是以營連為單位，向敵後縱深進行穿插迂迴。老美喜歡維持戰線平整。現在這個特遣隊，應該是帶輪子的運動戰。就是這個概念，以裝甲化、機械化的小股部隊單點突進，在我們的後方進行大縱深的穿插和迂迴，破壞我們的撤離行軍序列，在交通要道建立起堅固的支撐點，破壞我們的作戰秩序以及建制完整，遲滯我們的行動速度，為主力部隊的戰略展開和殲滅行動提供條件。也就是說，咱現在就是人家罐頭裡的肉。你那兒還有水嗎？我這兒還有。你們帶吃的了嗎？我不餓。哦，是這兒是吧？咱們在這兒不行，就是渾身使不上勁兒。亮子，哎，有，給他們弄點吃的。是。你什麼意見？你左傾，你冒進！我告訴你，你別給我亂扣帽子！我沒給你亂扣帽子。我們現在最緊要的是找一條最安全的撤離路線。這列專列是幹什麼用的？它是給敵人輸送補給用的。我不管它是幹什麼用的，從這兒到南最少還有130里地。這是特遣隊。對，就是這種特遣隊，它不止一個。這些特遣隊太扎手了。我告訴你，只要他們建立起補給線，他們就能建立起陣地。到時候咱走不了不說，只怕一個團、一個師，甚至一個軍都會被跟着困在裡頭。看啥呀？找我說點啥？我支持指導員，我們只是一個連隊。我們看到的只是整個戰場上的一根頭髮，戰略問題，不是我們應該考慮的。我們現在首先要考慮的是全連的安全。我們接到的任務是撤離。二排長，你也說兩句。幹。兩票對兩票，老規矩，黨支部會議表決。李排長，一班長、三班長也在呢，連長和指導員叫開會，黨支部會議。好。
为什麼不幹？炸翻他們一列火車，就算只能拖半天也划算。退1萬不講，犧牲了那麼多人，這個仇不能不報。別說了，舉手表決吧。通过了。赵和，你的思想汇报啊，还得抓緊寫。饿不？我现在不想说话。1年半以前，在南宁，一排长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啊，和你今天差不多。说起来，我现在倒是挺理解他的。大苗不像我，他喜欢音乐，他平时自己会写谱子，配和弦。我离开文工团之前，他已经递交了转业申請。他想調到地方樂團工作，那才是適合他的地方。我要是不走的話，他的申請估計會批下來。可我這一走，文工團沒了主官，他就趕鴨子上架了。你在自責？有時候你真的很難知道自己做的選擇到底對不對，或者說，你覺得對的，未必就是對；你覺得不對的，也未必就真不對。那你為什麼離開文工團？行，不想說就別說啊。每個人都有選擇的權利。選擇？有嗎？要是有選擇的話，大苗就不會來這裡，很多人就不用死在這兒了。你知道嗎？我今天一直在想，為什麼死的不是我？你這麼難為自己，什麼都改變不了，蠢不蠢啊？蠢，當然蠢。要是不蠢的話，也不至於。算了，不說了，什麼都改變不了。我覺得3班有點不對勁。正常，誰還沒個七情六慾？我有點擔心啊。別瞎操心了，人家黨齡比咱倆加起來都長。他一向冷靜，今天的事情刺激到他了。要是全連都在咱們眼皮子底下犧牲了，我估摸咱也瘋。風歸風，事歸事，一碼歸一碼吧。
人不是木头，那些丫头，风一吹都能渗出水来的，我都恨得牙根痒痒，何况三姑娘呢？那你就跟着她一起疯。我没有疯，我只是有些麻木。痛到极致，就是麻木。我知道你埋怨我没有支持你，其實我知道這麼幹不好，風險也很大。可我就是想幹，我想把他們一個一個腦漿子都幹出來。我憋了一肚子的火，不知道該向誰發。我想打人，我想罵人，我想殺人。情緒就是這樣，該宣洩的時候就要宣洩，憋得久了，好人也會被憋出毛病。有時候啊，瘋一瘋，吼一吼，沒什麼壞處。我只是想瘋一瘋，不是真的瘋了。在這個時候啊，不太適合做出決定。我做的是我自己的決定。換了以前，我一句話都不會多說。可現在不同了，從我決定回來的時候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命和你們的命拴在一起了。可他們的命都沒了，所以你得堅強起來。你要恢復冷靜。你經歷了那麼多事情，走了那麼遠的路，你比我更記得回家的路。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到现在為止才開始有一點理解，為什麼你們所有人都把這支隊伍當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他們都回不去了。我從未如此喜悅，沉浸於甜蜜的安寧。飛蛾在黑暗中起舞，卻又翩然撲向光明。我從未如此彷徨，徘徊於忐忑的愛情。黃鸝在樹梢頭歌唱，期待着雄鷹的聆聽。我願棲息在你寬闊的羽翼下，回味歲月的寧靜。我願投身在你熊熊的烈焰裡，融化酷寒的堅冰。跨越生死的記憶，只留下你的姓名。穿越戰火的足跡，請帶上我，攜手前行。大苗說，文工团裡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歡老白，小黄鸝不會隱藏，從來不會。老白他知道嗎？這首詩是他寫了用來表白的，信寫好了，他把它放在口袋裡，應該是在等適當的時候，偷偷地塞給他的教導員。所以就折成了紙鶴。這不是紙鶴，是鸿雁。来，亮子給你的，他也給你了。怎麼樣？不錯。
你不尝尝吗？不错。三姑娘，时间差不多了。昨天太累了。很舒服。走吧，中队出发。他们加岗了，公路上有新兵，记醒点，安哨，还有铁壳子，弦都绷着呢，估计不干一家伙咱过不去。美军还是南军？美军。铁盒咋不动呢？美军专列被炸，应该是没油了。
巡查很緊，火力搭配很密集，白天肯定是过不去了。要想穿越公路，只能等晚上了。美军的速度很快，后续部队正在昼夜跟进。昨天碰见的只是一个特遣队，现在在这个区域活动的，还有可能是整个第24步兵师。明天南军也会跟上来，他们有足够的兵力，把这里像篦子一样搜一个遍，连老鼠都逃不掉。要等到晚上，我们得在这儿整整待1个下午，太危险了。越靠近交通线越危险，越靠近难走的山区越安全。只要穿越这条公路，我们就离江边不到60里地，1个晚上就都能插过去。我们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，很容易被闻见味儿。现在，我们需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到落脚点。等到天黑，再返回来。往东南方向走10几里路，有一个老地方可以再用一下。那个地方敌人也知道，知道不代表进得去。4个轮子在那儿不灵光，得靠2条腿走过去。村子里有人，连长，我带些人下去看一下情况。100负責警戒，要200去。3万董朝鲜语，执行命令。去。是。解除警戒。是。쏘지 마요. 쏘지 마요. 걱정 마세요, 어머니. 집에 아무도 없어요. 남인 갔어요. 아들도 갔어요. 他说啥呢？他说他家里没有男人了，他男人走了，去军队了，他儿子也走了，也去軍隊了。村子里已经没有男人了。 갔어요. 괜찮아요. 일어나세요, 어머니. 저희는 아무도 데려가지 않을 거예요. 걱정 마세요. 없어요. 우리 상과 김씨는 들릴 수 있어요. 그러나
저기는 없어요. 장영한 사람이 없어요. 걱정 마세요.哎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他们见过我们。如果美军搜索这个区域，他们会暴露我们的行踪。好好干你的活，用心点。真笨！你用力的时候，胳膊要放松。劈柴劈柴是劈成块儿，不是砸成沫子。差不多得了，我是战车兵，又没学过砍柴。说的挺简单的。来，你来。你呀，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。放着，我来。来，给我挑块大的。挑块大的是吧？我给你挑块大的。起开！同志们，加把劲啊！哎，高处一共布置了4个暗哨，来小心点啊！算上木头一共5个。但咱半夜就撤了，用不着这么密实吧？密实点好。走的夜路多，越来越怕鬼。老美脑子活，打起仗来可比鬼子机灵多了，稍微有个空就能钻过来。人家火力又猛，枪一响，炮弹就能飞过来。咱也不差。现在不像过江那会儿，大家都蒙着，打糊涂仗。那个时候咱还能占点便宜。现在可不能指望着老美再犯轻敌的老毛病了。咱就干吧，当面锣对面鼓，就不信干不过他们。干什么干啊？你们俩听好了啊，这些暗哨是全连的眼睛，是最后一道保险锁，千万不能马虎，听见没有？咱一排都是老兵，你放心。还剩多少铁丝网？命令，把村子周围给我围一圈，多设点半雷。去吧。是。抗大还教这个？陕北高原上面没有煤，也没有汽油，家家烧火做饭都得靠柴火。这些活计只要不行军作战，人人都得会做，不光我会，八爹也会。原先听说你们官兵一致，我还以为只是穿衣服一样的。不稀奇，八爹不光会劈柴，种地也是一把好手。伺候庄稼、种瓜、种菜，拿起来就干，干得比谁都好。边区有一年搞种菜比赛，他还拿过第2名呢。第2名，第1名誰啊？周总司令。誰？同志们，加把劲啊！哎。谁呀你？哎呦，咋的了？网子呢？扔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不是那玩意儿死了，不是铁峰，人老美用撤了，咱们扛着翻山越岭又不方便，我扔了。谁让你扔的？谁让你扔的？连长让扔的。出发的时候，连长说多清楚啊，人说轻装上阵，轻装上阵，粮食都只带几天的份儿。不是我带铁蒺藜干啥呀？咋的了？你急的呢？你咋不把那宝贝罐头给我轻装了呢？别老拿我罐头开玩笑。多大点事儿啊？是不是连长又要了？这事儿你先别慌啊。不是，咱们排不是没带吗？人3排带了，啊。滚！
別扎着。死沉死沉的。排长，这一排长纯粹欺负人啊！他凭什么给咱下命令？他也是排长，你也是排长，他一句话，咱们就颠颠的，上赶着又出东西又出力，连个客气话都没有。你瞅臭鲶鱼那个臭德行，要不是他们一班把东西扔了，哪有今天这出？弄得他反倒像是立了头等功似的。东西都搬来了？没呢，还有一批。全都搬过来，外部是2道，中间挖条沟。就逮几个钟点，至于吗？咱们费了那么大劲把他们拉过来，让一班自己去扛。眼见天就要黑了，咱们现在不是安全地带，多一道防线就多一道保险，快点。那次呀，我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，当时伤得不重，就是怕发炎。后来啊，我们排长看了看我，让瞎子给我找药，找一种叫磺胺的，就是一种消炎药。你们排长原先是我们队长？不是，哎呀，我记岔的了。我们那排长不是现在的排长，我们那排长啊，这当时受伤了，所以3文姐才当了我们的排长。是3排长？对，就是现在的3排长。哎，别说啊，你俩还挺像的。他是那边的人，你俩都会说洋文，都那么洋气。当汉奸的人才会说洋文。我不准你那么说我们排长，我们排长才不是汉奸呢。我们排长是战斗英雄，他干倒过3辆坦克呢，怎么就成汉奸了？又没人逼你说。我不是这。你别在意，他是冲我，不是冲你，更不是冲你们排长。当时我们晚上睡不着，我们又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孩子，大晚上趁着老师们都睡了，就翻墙头爬出去，沿着山路疯跑，一直跑到杨家岭上头去玩。陕北没有电灯，一到晚上到處都是黑漆漆的，只有杨家岭上徹夜亮着燈。没人管你們？有啊，保育院的老師們對我們都很好，只不過晚上累了，睡得實，我們就跑出去了。我年紀最大，蘭蘭比我小1歲。哼，這2個小姑娘。蘭蘭可不是小姑娘，她是男孩子。你別打岔，我沒說完呢。你說。我們夜裡跑出去，跑到楊家嶺上去瘋跑、捉迷藏，烤白天藏起來的苞米，那可是楊家嶺。警衛團的暗哨其實早就發現我們了，但不是敵情，就沒有管。後來是中央管理處的人接到電話，才把我們抓回去。挨訓了？才沒有。後來我們去了書記處的會議室吃烤紅薯，直到保育院的凌院長親自過來接我們。其實我們排長真跟你挺像的，他會吹口琴，你會吹喇叭。那不是喇叭，那是小號。小號？這是小號啊！
吹起来比喇叭好听多了吧？你看啊，这个是号嘴儿，这个是号管，这个是调音器，这个小号呢，它有很多种音调。像我现在吹的这个是降 B， 如果我要跟钢琴一起合作的话，那我就要升2个大调。回去以后你能教我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小号吧，它学起来没那么容易。你首先得练气，然后呢，我教你认谱子。回头呀，我再教你几句英语单词。啊，行。我们还能回去吗？回得去，当然回得去了。我以后得让我们排长叫我杨文，你得叫我小号。哦。你说你爷爷中了秀才，然后呢？不是秀才啊，是光绪30年，甲辰科进士。过了1年以后啊，朝廷废了科举，他们那一科是最后一科，真正实受任官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，都是西学学得好的。我爷爷在北京待了2年，对时局彻底失了望，就回了四川。当时有些人在成都发起了游学预备学堂事务，他也報了名，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出国游学，只是为了看看西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精深学問。后来呢？乱世求学，哪有那麼容易啊？咽不下這口氣罷了。我爺爺在學堂學了幾年，西學沒弄明白，倒是因為他的國學底子厚，被學堂看中，當起了教書先生。直到保路運動爆發，他跟他的同學、同事都上了街，參加了保路同志會，被趙爾豐的兵用槍把把鎖骨都打斷了，到現在肩膀上還有個坑呢。那算起來，也是老革命了。他對革命2個字是深惡痛絕的。我父親當年要離家到廣東考軍校，被他關進祠堂裡面抽了20大鞭，之後給我父親定了門親事，就是我母親。當時就在我父親的婚宴上，當眾立了家訓，成家之後不得踏出家門半步，除非生個一兒半女，否則不會讓他走的。你父親離開後去了哪裡啊？先是上海，報考了無線電學校，後來就有好多警察來家裡面找人。我和我娘才知道我父親的出了事兒。我7歲那年，他突然捎了一封信回來，說是和一個姓李的先生去了東北，他死在了老爺嶺。日本人砍掉了他的頭。46年我去過牡丹江，曾經去找過他的墳，可惜無論我怎麼找都沒能找到。所以高考後我報名參軍。我爺爺雖然心裡不願意，嘴上終歸沒說什麼。怎麼了？接着說。這什麼呀？伞兵？就是伞兵。之前俘虜那個算嗎？那個是飛行員，屬於空軍。美軍的伞兵屬於陸軍序列。確實是陸軍，郭漢將之前發的冊子上寫的呢。美軍的伞兵又稱空降兵，其實就是用飛機投送的步兵，以連為基本建制。一架 C-47運輸機可以運輸一個排，3架運輸一個連，向指定地點投送一個團的作戰需要30架飛機。那剛才飛過去的是送傘兵的飛機嗎？應該是。有多少架？從聲音上判斷，應該是1到3架。能幹什麼呢？一個排，不是，最多一個連，還坐飛機來。想幹啥？戰略層面的空降作戰，投送兵力至少是一個團。
但投送的地点应该是我军的后方，交通要道，投送应该是一个排或者是一个连，而且是交战的区域，但只有一个可能：特种作战。特种作战就是以小队的方式对目标进行干扰和攻击，属于战术层面的空降作战，有点像游击战。这老美是想学咱们？我想明白了，估计是咱们今天早上伏击了运输补给的军力，敌人觉得这个区域不安全，猜测有咱们的小部队在这边山区活动，就把这个伞兵派来了。小宝，集合一排，搜山。是，全体集合。我觉得黑着天未必能找到人。能不能找到，找了才知道。连也好，排也罢，总不能放着不管让人打过来。就算是真有，那不管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，那得多少人？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谁知道飘到哪儿？总不能说一个排捆在一起往下跳吧？你懂啥？醒醒，排长，嘘，快点，把大家叫醒。出啥事儿啊？快！起来，集合了，起来！醒，起来，集合，快！集合！起来了，快醒，快起来！集合！哎，班长，又出啥事啊？废什么话？排长命令，2排集合，快！集合了，快！排长，快从村子后面撤出。是。不要走门，走这边。走。快！以战斗小组为单位，迅速撤离村子，注意阵型，不要掉队，不要密集。连长，人齐了，警戒哨报告情况了吗？派人去问了，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我去看看。散開！不走！快走！速度快，走！快！热血歌声，纵橫沙场的旋律，那是凱旋的衝鋒。排長，我帶人進去搜一下。你熟悉地形嗎？手榴彈，慢上搬來。大桶！停止射击！200米达警戒，清点伤亡人数。排长，枪声停了。8班向2翼放出警戒哨，7班、9班準備射擊，機槍和掷彈頭設置在那裡。是。班長，什麼情況？
报告伤亡，1班4个，3死1伤，2班7个，4死3伤，3班4个，2死2伤。大坤子，大坤子咋了？没了。赵和刚才就建议立刻撤出村子，转移。转移个屁！大成，听我的，咱们从这儿撤出去。5分钟不到，连个人毛都没看着，就伤亡了16个人。2排、3排部署阵地，1排能动换的跟我走，老子倒要见识见识，这个伞兵到底是长了3只眼睛还是6只手？走！到底啥毛病？中了没有？命还真大。啥意思？擦破9块皮，连轻伤都算不上。这不是你的血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找连长跟天放。你去找2排长，看看2排的情况。我是1排的兵，那你就不是4连的兵吗？行，我服从命令。告诉赵和，不要擅自行动，听候命令。不管发现啥，都留点神，别轻易举动。回去给我！石头，背他回去。是。走。这伙子老妹有点邪乎，大家一定要倍加小心。是1班长。谁都不许开枪。
是莫勋那根咱们的人。3排交上火了。追着射击！去，找人去看看一班长。其他的人，跟我进去看看。给我一支波波沙。走。鞍山海城，排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我也没事。娘的，这帮鬼子邪了门了。看出啥来了？怎么样？没中枪吧？中了，吓死我了！可惜了，应该还能是。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士，看着人好像不太多呀。也可能是还没完成全建制集结。齐班长，按照原先的命令，封锁树林边缘。任何对不上口令的，都可以开枪射击。是。其他的人，跟我进去看看，注意四周，跟紧我。凡是我脚没有踩过的地方，尽量不要去碰。参谋长，我和指导员汇报一下情况。栓子，活着岗位上。停！他受伤了。隐蔽！口令！鞍山，海城。3排在树林边缘布置了阵地，他们从侧翼进攻，被打了回来，打了4个，伤了1个。他们往哪边撤了？他们有迫击炮，按照正常来说，
不應該背着彈藥箱到處亂跑，埋藏彈藥的地方不應該超過300米。衛生員，處理傷口。好，坚持住。来个人帮忙。姚热莲，哟，清理伤口。好，陆离心，过来。按着他的手，按着他的手。人渣，没大事。你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口子，只要扛过了发烧和感染这一关，不出1个月，我保证你活蹦乱跳的。卫生员，有，快过来！来2个人。袁平，你给我过来。陪他说说话吧，让他睡得舒服点。失血过多，血压太低了，现在没处给他输血去。就是这儿了。人呢？应该离开不超过10分钟。哎，对了，连长呢？我刚进来的时候在一块儿，后来走散了。夜间作战，地形不熟，地形也不明，按理说不应该贸然进来的。连长。我不知道，我采空了，我一开始跟着连上去找一下那个，找一下卫生员，对，卫生员。醒过来，我就在坑里挖出来，连上就看着我。谁那有纱布？一动不动的看着我。纱布，纱布，我让你的纱布，纱布，纱布。掉下去了，我掉下去了，然后我就没有了，我醒过来。这就在这坐着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连长没事，连长就在那坐着，没事。他不看着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一侧平滑整齐，一侧参差，应该是伞兵刀造成的。敌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从臂章上来看，应该是第11空降师的187伞兵团。兵力？从战斗情况来讲，来的应该是1个排。依据，如果来的是1个连，咱们现在就都躺这儿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降落的区域太广，来不及完成集结。不过今年是满月，又没有风，按理说降落扩散的区域应该不会超过3公里。就算一开始没有集结起来，现在也该完成集结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放宽心，没啥丢人的。连里像你这样一大把，你放心，咱们部队有纪律，不允许歧视解放战士。你别碰他，求你，我要背他回家。不是你背他，是他背你。他背着我们所有人。不是，我不想跟你说话。这里所有人
人都把他当哥哥，他不是你一个人的，别那么自私。咱们的恩怨总得有个了结。你想现在办这件事儿，就给我一个痛快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要是不掏枪，你就滚。你要么掏枪，要么滚。陈天放！连长已经牺牲了，他尽了他的职责。你是个活人，有活着该干的事情。你的兵还在等着你，看着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做不到。我就是个骗子，就是骗，大骗，大骗子。我就是个骗子。周和，跟我来。下一步怎么干？有什么建议？这种独立执行特种任务的伞兵，应该会配合独立电台。明天天一亮，轰炸机就会来轰炸这个村子。他们会通过電台，隨時通報我們的位置。從天亮開始，不管我們走到哪裡，美軍的飛機還有地面部隊就會跟到哪裡。大坤子，你這家伙的，給連長打前站，心裡有點數。這受這麼大罪，你看現在成啥德行？不吃點體力能好？今兒這條魚太吃不進去。木頭，他老家搁哪來的？公主嶺。你去過沒？沒。回頭去一趟，咱得認認玩。这支美軍的偵察隊行動速度很快，熟悉密林深山的作戰。我們人數多，又帶着傷兵，行動起來肯定要比他們慢。他們不用打，只要遠遠地盯着我們，像一貼狗皮膏藥貼着我們。接下來我們就都不太平。天上有他們的飛機，地面上會有攔截，坦克、裝甲車。他們要什麼有什麼。這麼走下去，不用2天，咱們的人就死光了。為什麼要走？把他們殺光了之後再走，走到安生，走得乾淨。等一下。這個時候是意氣用事的時候嗎？剛才那一仗，你們一排犧牲了17個人，重傷4個，還把連長搭進去了，你們只剩下了10幾個人。
怎么打。李排长职务虽然免了，可事儿你该管还得管，不能撂挑子。你是老战士、老党员，这种事儿就不用我再盯着了。不，好好站岗。是。大成哥，鸟儿顺，这些东西归我了。一排没人，二排、三排、机炮排基本没有任何的损失。其实天放说的道理是对的，与其被这个膏药贴的难受，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它撕下来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就算我们想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，得看他们愿不愿意。如果按一个排来计算的话，一部电台需要2个人，一门迫击炮也需要2个人。敌人死了5个，受伤的只有1个，一个伤员最少有2个人照顾。那么现在敌人至少有11个人不能随时机动。按照一个排36个人计算的话，那么现在我们面对的敌人是25个。我们现在上上下下至少应该有90个人。你们都是打過游擊戰的，應該清楚，這種時候人數多並沒有什麼用。換作是我們的話，如果還有26個人，一定會發起攻擊。但這不是美軍的作戰原則。那是什麼作戰原則？盡量集中火力，而不是集中人力。他們火力本來就不強。剛才在交戰當中出現過 M1步槍、黃油槍、迫擊炮，但沒有出現機槍。美軍傘兵不配機槍嗎？當然會配了。勃朗寧點30是美軍的標配，他們之所以不用，我想不是不想用，而是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不能用。啥原因？槍壞了？也有可能是在降落的過程中摔壞了。所以對於美軍來說，火力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發起正面進攻是非常不明智的選擇。為什麼？因為不值得。美軍的優勢是強大的低空火力，拿步槍和我們互射是效率最低的戰術。能用子彈、炮彈解決的問題，為什麼非要用人力來解決？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我這不是做球，我也不想冒險，要確保主力部隊安全撤離，這個險就不得不冒。全連按照原定計劃撤離，留一支小分隊拖住敵人。一排留下，我帶隊。不行，這場仗不好打。這幫晚上真挺難弄的。一排就剩一個班了，咱們這些個人得看人家的臉色。一排一共還剩下11個人，對方有25個人，就算是伏擊作戰，也不可能拖多長時間。指導員，你現在是代理連長，是全連的主心骨。連長沒了，你現在要留下來。你告訴我，誰帶全連撤離？如果你還知道我是連長，就不要再質疑我的命令。現在是在開會，不是在最後下達命令。2排、3排、機炮排建制完整，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保存有生力量。
一排是整个4连的老底子，这件事就应该交给一排去做。我再重申一遍，留一个小分队打阻击是为了迟滞敌人，你不合适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两位啊，我插句话，其實阻擊是沒有用的。如果美軍這支小分隊目標明確是我們的話，不管我們派多少人打阻擊，他們都會跟着我們大部隊。說句不好聽的，他們完全可以通過電台派來2個飛機編隊，一個轟炸阻擊陣地，一個轟炸我們連主力。那什麼有用？現在我們要抓住重點。現在美軍的這支小分隊，對我們最大的威脅，不是人員，電台。沒錯。破壞電台，所以人數一定不能多，留下來的人個個都要有用。那你告訴我，什麼樣的人才算有用？槍法好，擅長遠距離射殺的，擅長野外偽裝，懂英文的。5個人太少了，你再考慮下。人數多不利於隱蔽，襲擾作戰，作戰人員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。記住，等我們隱蔽好了，撤回所有的暗哨，全連立刻出發，向北走。小心點。真沒了，本來仨打漏一個，不讓你給吃了嗎？一個就夠了。少廢話。三姑娘，遇到事機靈點。替我照顧好2排的人。記住，你的命是我的。一定活着回來。你沒事吧？怎麼這麼晚？從認識你到現在，你這是第一次主動要求出任務。凡事總有第一次。他們走了，該行動了。木頭，走。1排這次傷亡太大，軍心士氣你要多留心，讓鯰魚斷後，不要有人掉隊。是。情況怎麼樣？這裡和村子之間沒有開過地阻隔，是最安全的通道。這一區域我和3班負責，木頭負責我們的側翼。明白。魏紅和沈平去制高點，找一個能看到村子的位置，監視敵軍大隊。行動。明白。明白。3班，當心點。俺們家有中堂。苞米做的老甜了，哎，我跟你說，舔一口你都能美半天。那做糖的師傅是祖傳的手藝，那時候日本子沒來的時候，那大帥府的人年年來我們這兒買糖，一買幾十斤。哪天給你整點啊？怎麼了？咋的了？來，咋腳了？我肚子不太舒服。你拉肚子了？他來例假了。啊？我去處理一下，幾分鐘就好。哎，這……啥情況啊？這咋去那麼長時間呀？啊？女人嘛，就是麻煩事多。我去看看。哎，我跟你去。
干啥呀？你去干嘛？3下，2长1短，也是3下，2长1短。他们要上来了，注意点。团长，怎么回事？这女同志方便呢，咱也不好催啊。不知道打报告啊？跟上啊！啊，走。